我是你们的皮皮。哎，这2天这个中概呀是真的惨，可以说是喋喋不休，宛如一部大型的恐怖系列剧。今天呢，这个中概的教育股全线暴跌，雪崩。你说它是腰斩都说轻了，基本上就是膝盖斩，被打跪在了地上，根本起不来那种。没有看新闻的小伙伴呢，可能问为什么又跌了呢？起因是这样的，7月23号，也就是昨天，美国的今天凌晨左右，一份在网络上流传开的有关这个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文件，网络上呢简称这个叫双减政策。这个双减政策一出来呀，当天下午3点钟，港股就率先做出了反应。23号收盘呢，新东方是暴跌了 40.6%， 思考乐在线跌了 28.07%， 卓越教育集团跌了 21.48%。 如果你觉得这已经很惨了呢，更惨的还在后面。凌晨这个美股还没有开盘啊，盘前一开，这些中概教育股就直接瀑布了。直到24号收盘，也就是几分钟以前，这个新东方一共跌去了 54.2%， 高途跌了 63.4%， 好未来更是跌了 70.5%。这几只股呀，离他们的最高点分别跌去了 90%、98%、94%， 基本上就没有了。其他的大部分中概呢，也都不能幸免，被带了下来，基本上都是开盘直接跳空低开。这个事件呢，影响力根本不输前几周的滴滴，这个场面真的是非常的血腥。这一篇双减政策呢，在这个权威部门的官网上面现在是查不到的，而且也没有一个公开正式的这个发布。但是我看新闻上说，有教育部的人士已经出来证实了文件上面的内容。这一个双减呢，是5月25号一个叫权威信息要点文件的延伸，它主要就是针对这个校外辅导机构上面在政策上的一些调整。那么它具体写了什么呢？能让这些教育股跌得这么的通透？主要是这份双减文件的第13条啊，包含了巨大的信息量，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这个双减新政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改变。第一是从机构的性质上，各地呢将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的这些学科类培训机构呢，最有可能会统一被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从审核的流程上来看呢，之前已经备案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若从严管理，比较可行的方式将是审批制。从运营规模上来看，学科类培训机构上市融资、资本化运作等均将受到严格限制。上市公司也将很难通过公开融资、投资或者购买学科类培训机构。同时，外资通过兼并、收购、加盟等多种方式来控股或者参股学科类培训机构，也将受到严格的限制。此外呢，为校外培训机构即使是要组织学科类培训，能否使用国家法定的节假日、休息日以及寒暑假等，也将会有具体的管理和约束，不能完全的自行决定。所以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这些课外的教育辅导机构呀，第一不能盈利了，第二不能进行资本运作了，那这不就是彻底凉了吗？直接这个政策把这一个行业都杀死了。所以消息一出呢，资本市场就直接抛弃了这个教育行业。现在我们就不明白了呀，为什么政府突然开始严打这个课外教育这个行业了呢？他们不都在那儿很多年了吗？也没干什么事儿呀。你像我从小就是上着新东方长大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双减内容的这个文件呢，是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9次会议上面审议通过的。这个会议具体说了什么呢？它明确的提出，现在这个中小学生负担太重了，有这个校内减压，但是校外加压的迹象，而且呢，这个课外辅导的市场特别的混乱，所以说要整治。说白了呢，就是想给中小学生减压。但是中小学生的压力大也不是1-2天了，怎么突然开始在这个上面着手整改了呢？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双减政策发布之前呀，上半年的一些重大事件连起来一起想一想，可能这个事情的逻辑就比较的通顺了。我们现在来捋一捋。这第一个事件呢，就是第7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然后这一次是2020年进行的。
但是这个结果出来以后呢，延期了很久才公布。为什么？因为这个结果不好。过去10年中，中国的人口从19年的14亿增至20年的14.1亿，增速呢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慢的。该局还表示，中国平均每位妇女生育 1.3 个孩子。如果我们想保持一个人口的自然净增长的话，是需要每个适育年龄的妇女生育 2.1 个孩子才可以保持住的。然后这个结果一出来呢，中国就迅速的颁布了这个3孩政策。9月3号呢，网上就流传了一份由这个朝阳区教育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工作组办公室发布的红头文件。这个文件名为《关于继续做好我区中小学学科类培训机构、外语语言能力培训机构以及中高考高度相关的学科培训机构停止线下培训和集体活动的通知》。所以说，从北京市开始，所有的这些课外的辅导班、培训机构全部都停课了。这个呢，就是当时第一次这个教育部大跌的开始。在4月23号呢，北京海淀区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又发布了新的规定，是什么呢？就是在19年1月1号以后登记注册这个不动产的住户呀，在给他的小朋友申请学校的时候，将采用这个多校划片入学，还发布了预警，明年的政策也会有变化，跨区升学的政策也是会被纳入其中的。所以说这个政策一出来呢，西城区的学区房，尤其是那些老破小，就是买来专门用来上学的房子房源就应声下跌了。然后在5月21号呢，这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了第19次会议，这个会议呢审议通过了这个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双减。所以结合这一系列的事件呢，我们就不难总结出来，所有的这些政策呢，都是针对了一个问题，就是解决中国现在的社会人口老龄化问题。那么怎么达到呢？第一是促进提高生育率，第二呢就是降低育儿成本。所以说这个教育业是在这一个大框架下面的，而这个课外辅导教育呢，基本上也是影响最小而且最容易入手的，所以说在政策上面就对这个行业进行了调整。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这整个双减文件里面一直在强调一个词，叫学科类培训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就是你在学校需要去上的那些课，然后它的课外辅导。而且这个双减文件呢，从头到尾说的都没有对于这个高中学段进行明确的要求，所以说这些培训机构呢，也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如果他们把这个课程调整为侧重于素质教育和这个高中学段的学科类辅导应该都是不受影响的。虽然说这个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但是这条路基本上已经给堵死了，所以这些培训机构呢，需要的是彻底的转变赛道。那么这个职业教育呢，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出路，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来举一个这个职业教育的例子吧，比如说这个开课吧，它呢是一个专注于培养数字化人才、引领新职业教育的行业。它都干什么呢？它会就是写这个代码呀，然后录视频剪辑视频然后还有这个理财呀，这些反正就是职业技能的培训吧。它在8月份的时候宣布，已经完成了第一轮5.5亿人民币的融资。然后呢，第二轮正在进行当中。在其他的这些课外教育行业受到严重打击的时候，像这种职业教育还是非常的蓬勃发展的。其实像这些课外培训机构呀，比如说新东方、好未来、瑞思教育、高途教育这些头部的企业，他们不是没有意识到风险，他们其实已经开始了对于这个职业教育和素质教育赛道的布局，但是这个转型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这个事情呢，我们现在大概基本上已经清楚了。那么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来了，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抄底这些中概的教育股呢？已经是非常便宜了它能从这个最高点跌去98%呢，我这不是马路上面捡钱吗？我的观点是还是暂时的不要碰，观察一下。因为现在呢，第一个是正好撞在枪口上，这个政策是非常非常的强硬。你想关系到一个中国的国运人口老龄化，这个不是可能说改方向就改方向的政策上面。而且呢，这些课外辅导企业肯定是要面临着改赛道的，所以他们的未来呢也不是非常的明朗。如果你是那种想法，就是我要富贵险中求，别人恐慌我贪婪，
那么我认为比起去抄底这些中枪的股呢，我们来找那些基本面良好然后躺枪了的中概股，可能要比去撞这个枪口要好很多。而且我还想跟大家做一个风险提示啊，这个社会人口老龄化问题呢，基本上一旦开始了就是一场持久战。而且我认为教育行业呢，应该只是一个开头。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多的牵扯其中的行业在政策面上受到影响？这个是大家需要提前思考、提前做准备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这期视频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感兴趣的个股呢，或者是感兴趣的话题，都希望你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这样我可以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和交流。如果你还喜欢我今天的内容呢，也希望你随手帮我点个赞、加个订阅，然后来支持一下我的工作。那我们就下期节目见吧，大家拜拜。